欢迎收看四季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稳坐收视女王位置的杨幂与当红小鲜肉魏大勋的绯闻恋情，成为了近日一大热搜话题。吃瓜群众们看的也是不亦乐乎，纷纷发表各自的想法。12月22日，魏大勋现身机场，媒体们还拍到了他当日出行的行头。画面中，大勋穿着一身长款羽绒服，看起来很是保暖，还戴着黑色口罩和鸭舌帽遮脸，似乎不想被路人认出。尽管如此，也难逃媒体无孔不入的镜头。曝光照片后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魏大勋穿的内搭是一件黄色毛衣，来自的服装品牌和大秘密正在代言的是同一家。近日，杨幂在社交平台上官宣是某品牌的时尚代言人，同时晒出了4宫格美照。照片中，杨幂穿着印有卡通人物的黄色毛衣，对着镜头各种凹造型，俏皮又可爱。不愧被说成是剪刀蜜，不过拿出两人穿的衣服一对比，可以发现其实是同款，只是来自这一服装品牌的同一卡通系列。按说此时两人都被这段绯闻缠身，理应避嫌才对，怎么还越来越高调了呢？随后不知道魏大勋是不是发现有媒体偷拍，还特意把棉服外套脱掉了一半，恰巧露出了内搭的毛衣，感觉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杨幂代言的衣服。这波骚操作属实令人难以看懂。对于魏大勋刻意露出衣服这一举动，杨幂粉丝纷纷表示，这上位之心也太明显了吧！明眼人都能察觉，魏大勋早已蠢蠢欲动的想公开恋情，而未能得到杨幂的应允，只能暗戳戳的秀下恩爱啦。由于近一段时间杨幂魏大勋的恋情传得过于频繁，都成了热搜榜上的常客，也引发路人严重反感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当事人都有必要给个回应。真的就大大方方官宣，若是假的就辟个谣，整天猜来猜去的，真没意思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杨幂魏大勋的恋情可以说是8、9不离10。最初是在今年4月份，两人手挽手一同出游，还穿着同款情侣鞋。事后魏大勋回应说，只是跟朋友逛个街，否认了绯闻恋情。接着是11月份，杨幂出行戴的帽子被扒出与魏大勋同款，经研究还是同一顶，帽子上有2次划痕一模一样。对此两人不做任何回应。时隔4天，媒体拍到魏大勋杨幂前后去往同一家酒店，次日又分开，这么多次的偶然，总不能还牵强的解释成是巧合吧？那接下来的这个算是真实锤了。前几日杨幂晒出自拍照，留言区清一色的蜜姐好美，沈腾却突然冒出了一句，魏大勋怎么还没来评论？这一下可是让网友们炸开了锅，沈叔叔真是在线搞事情，吃错瓜了。不过没过多久，沈腾似乎意识到了说错话，便删掉了这条评论。沈腾作为圈内人，说不定知道内幕，一时才说漏了嘴，估计杨幂会恨死他了。杨幂曾结过1次婚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与前夫刘恺威的婚姻结束于去年的12月22日，时隔刚好1年，不长但也不短。如果这时候官宣新恋情，恐怕会落人话柄，或许这才是杨幂迟迟不敢回应的真正原因。她作为过来人，太清楚网络暴力有多可怕。虽然杨幂与魏大勋的姐弟恋传闻传得有鼻子有眼，但杨幂的前夫刘恺威似乎并不在乎。近日冬至，很多明星都在社交网络中分享了吃饺子的画面，刘恺威也在微博中与粉丝互动，还疑似分享了女儿小糯米的画作。刘恺威在微博中写道，冬至快乐，当然是饺子和汤圆全都要吃啦。刘恺威晒了一张非常卡通的照片，看着很像是儿童的画作，极有可能是出自小糯米之手。照片中是一碗装满饺子和汤圆的照片，并不是电脑绘制的图画，而是纯手画，然后用手机拍下的照片。也有粉丝在留言问刘恺威是谁画的。其实之前刘恺威就分享过数次女儿小糯米的画作，都是在重要的日子里，比如是妈妈杨幂的生日当天，小糯米为杨幂画的画，刘恺威晒出2次。这次是冬至，虽然刘恺威没有说是小糯米画的，但估计也是8、9不离10了。显然刘恺威并没有因为前期的恋情绯闻而影响了心情，与杨幂也是好聚好散。而小糯米跟着爸爸生活，应该是一切如常，还是活泼开朗的。近日据媒体报道，刘恺威的父亲刘丹、吕慧仪、张景纯等人一起出席活动，只见他身穿圣诞老人的衣服，脸上戴着眼镜，看起来非常喜庆。虽然头发已经有些许斑白，但是精神状态非常好，红光满面，非常的随和。刘丹出席活动是为了宣传 TVB 的情景剧《爱回家》，现在儿子刘恺威和杨幂已经离婚，孙女小糯米也变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所以刘丹也就更加的宠她。刘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每天回家能够看到小糯米就非常开心。
就像自己收到礼物一样。从言语间不难看出，刘丹对孙女小糯米真的非常宠爱。刘丹还坦言，自从儿子刘恺威与杨幂离婚，为了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伴小糯米，确实推掉不少的内地的工作，甚至还直接将工作转移回到了香港。其实对于刘恺威这个做法，很多网友都表示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。毕竟小孩子长得很快，很容易就会错过孩子的成长时期。对于问到儿子刘恺威和小糯米的感情时，刘丹笑称，小糯米在家就好像一只树熊一样，抱着他的爸爸不放手。由此看来，小糯米与刘恺威的感情确实非常好，而且也是非常黏他的爸爸。小糯米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小棉袄，哪个爸爸看到这样的女儿能不心软呢？现场的记者还提到前儿媳杨幂，当问到杨幂会不会经常到港探望女儿小糯米时，刘丹就显得不太愿意提到杨幂，最后也就仅仅回答称偶尔会。杨幂与魏大勋的关系一直都传得沸沸扬扬，记者随后也有问到刘丹对此事有何看法时，他也显得很有风度，避谈前儿媳相关的八卦，直接表示不做评论。杨幂是很聪明的，在舆论公关上一直都有一套，不论是离婚还是恋情，她的身上软着陆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事件的爆发之前会模糊焦点，提前释放出信号，用一种循循善诱的手法制造一条缓冲带，粉丝跌在上面会疼，但是吹吹就好啦。无疑本次杨幂粉丝都是基本快晕了过去，在他们看来，魏大勋哪里都配不上杨幂，这样的恋情或许从某种意义来说本身就不太对等。粉丝花费了好几年才接受杨幂甩开他们口中所谓的软饭男，紧接着似乎又要上演一个历史悲剧。在他们看来，杨幂应该找一个比自己有钱有权又爱自己的男人，不介意年龄问题，但一定是要在经济方面压过女方。做姐夫总比嫂子听着没那么舒畅。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粉丝对于姐弟恋的不信任。女大三抱金砖，杨幂则是这个金砖，舆论的角度始终都会替这个金砖操心，加上杨幂45亿的身价，让这个所谓的金砖更加闪烁。完全可以想象到未来的场景，魏大勋完全可以靠着杨幂事业继续飞涨。成功几年后，杨幂人老珠黄，事业不在，魏大勋迎来一个全盛时刻，两人地位对调，杨幂则成了性转版的刘恺威，想起来真的是毛骨悚然。这大概是这样的感情中最不稳定的一面了。你比他老，比他大，加上脸的状态不稳定，年轻的莺莺燕燕在外面风起云涌，换得一声声大勋花到天明。很难说迈入了40岁的杨幂对这段感情在未来还能够有全方位的掌控。这方面萧亚轩已经做了最好的示范，他所交往的对象中弟弟类型的占据很大的比例，而人们对萧亚轩的祝福也仅仅限制于他对于小鲜肉的掌控力度上，对于是否能够修成正果恩爱一生，大家基本没啥想法。如果萧亚轩真的有自信靠内在迷倒自己的爱人，那他也不必让脸硅胶化了。杨幂这些年来在事业上耗费了大把精力，对赌协议的横空出世让她的婚姻和家庭从天空打入了大海深处，茫茫之中寻觅不到方向。有的人替她惋惜，说她如果选择家庭会不会好点，或许到了最后她会发现家庭的温暖不是数钱快感能够比得上的，但这本身就回到了一个无节点。有野心的人从来都是冷漠的，或者说他们比一般人更能铁石心肠，譬如武则天誓死沙鱼，将一切情感杜绝在脑后，这才有了自己的地位。查查时间线就会明白，刘恺威和杨幂结婚点转变在15年，对赌协议17年完美落幕，杨幂付出了3年的代价，她日夜无休，带着家庭飞速发展，而这期间两人的感情肉眼可见转淡。相爱7年，结婚5年，这样的婚姻本身是可以向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奔去的，但最后却被资本压破了头。婚变传闻闹得最厉害的那几年，也是杨幂和自己公司飞速发展的那几年。遗憾是他们的一部分，但总体来说，两人和平分手，没有明面撕破脸，孩子也能在这种分裂中幸存，倒是很幸运啦。杨幂对赌协议之后，宛若泄气的皮球，全方面都呈现了滑坡状态。1年多以来，她开始孜孜不倦上法庭，努力让法官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。行走在镜头下的她，大多时候一脸疲惫，事业方面转型没有成功，演技依旧被诟病。她像一只惊弓之鸟，草草飞过了一袭云彩后，跌撞着闪入了更远的乌云中。反倒是刘恺威，事业虽然不在了，但一直和女儿快乐在香港生活。
媒体拍到他在店里买日用品，脸色温和，温柔常驻。女儿有时候也会俏皮地给他献上一个吻。当然，以目前的状态评判两人好坏也不客观。事业放缓的杨幂终于迎来了第二春，但感觉她应该觉得再次步入婚姻殿堂也没什么意义了吧？毕竟一段婚姻即使在外人看来会白头到老，但其实感情中早已可能注定 bad ending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好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